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杰力库。今天教给我们煮的是以前阿嬷都很喜欢煮的白菜焖扣肉。大家好，我记得在我念学院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喜欢煮这道菜了。然后我对面的那个就很喜欢吃这一道菜，因为这道菜实在是很容易煮，很方便，然后又非常的下饭。你这很久没有煮哦。其实我也煮给我自己吃啊，只是没有煮给你吃罢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煮回这一道非常怀念的，从我们学院开始就吃到现在的白菜焖扣肉。今天我们用的是古龙牌的红烧扣肉。其实市面上呢，很多妈妈们都喜欢用有个青色的那个罐头的那个牌子。那个也不是古龙吗？那个不是古龙，我妈妈他们以前也是喜欢用那个牌子的。我一直以为那个青色那个是古龙，这个才是古龙，那个青色不是古龙来的。那个也是很久历史啊，可是我发觉呢，现在古龙牌的那个红烧扣肉跟青色罐的那个它的价钱呢已经不相上下了，所以我就决定用这个古龙牌。因为古龙牌呢，曾经我去中国的时候有去他们的厂看过他们做这个罐头扣肉，看过他们自己酿造酱油。那么古龙他们说为什么他们的那个罐头会这么好吃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酿造，用古法来酿造他们自己的酱油。现在我们先把罐头开好哦，整个罐头有些人可能你会怕油腻还是什么的，会把它的上面的那一层油给撇出来。可是对我来说，外面的那一层油才是最香，所以我会连油连那个酱汁全部一起下去炒。我们炒菜的时候其实就不要放什么油了，就是上面那个油也是要的啦。是的，如果你本身觉得那个很油的话，可能你可以减少一点啦。现在我们来洗菜哦，外面的这个要啦，也比较肮脏，感觉也比较烂这样子，就把它拔掉好了。就是脱掉他衣服，然后我们就把它一片一片的剥下来，冲洗干净吧。如果你们有那个蔬菜清洗农药的那个清洁剂今天我就准备了一瓶。又来帮人家打广告。你最近很多业配哦，我很多钱都没有给我哦，一毛都没有收哦，拜托。就是说，如果不是买那个有机的话，这样子的话，可以用那个刚才那个清洁剂来清洗一下蔬菜，稍微浸泡一下。其实我一直都不是很敢用那个清洁剂，因为我觉得好像如果没有洗干净，好像会吃肥皂的。通常这种所谓的清洁都是无害无毒的啦，但是你是用的时候需要确保冲洗干净，那个就是你的菜你的水不要有泡泡，那就是没有问题了的。如果没有这个洗农药的这一罐清洁剂的话，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流水式，就是好像你们现在已经把那个一片片剥下来了嘛，就这样子，然后水灌的小小的，用那个流水式的方式去把那个农药带走，就是放给它慢慢冲慢慢流走，就是慢慢流，让那个水流慢慢的把那个农药流走。要流多久？差不多一个5到10分钟吧，还是15分钟这样子哦。可是水真的是这样小就好了，不要浪费水。蔬菜的水分稍微晾干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切咯。我们大概切一个1寸吧。那由于后面那边很快就会就是煮熟的时候它会缩到很小，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它留得比较大片一点，要不然等下吃不到它的叶子的那个口感了。白菜本身就非常的鲜甜所以我们基本上不需要加任何的调味料，我只是加一点的那个生抽就可以了。如果你不喜欢吃白菜的话，其实我们用包菜也是可以做得到菜的。可是我本身是比较喜欢这个白菜，就是黄芽白啦。这黄芽白会比包菜更加的鲜甜，然后也比较软包菜就比较有口感一点。这样我们只是需要一个2-3片就够了不放也可以的。不用去皮的吗？我用姜是没有去皮啦，我会先用那个牙刷把这个姜刷干净过后，然后连皮一起下，因为据说姜如果连皮一起下的话呢，会比较不热气。不会有那个苦苦的味道？不会啊，
基本上我们今天只是用几片这个姜罢了哈，因为我本身我觉得白菜是比较寒凉的蔬菜，加一点姜下去带一点温性啊，对身体会比较好。蒜头的话呢，我们今天大概用一个4瓣到5瓣这样子就够了哈，因为我们今天那个白菜比较多。即使是你不要去放蒜头啊、姜啊，也是没有问题，因为其实古龙那个罐头它的味道已经很够了，已经非常的香。可是因为今天我们的罐头1罐嘛，然后白菜又很大一颗，所以我决定先把那个白菜炒香它。其实蒜头可以把它切成碎，或者是把它切粒啊、切片都没有问题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把它切成比较粗的颗粒啦。你要把它切成蒜蓉也可以。其实最快的剥蒜的方法就是用个菜刀一拍就把它拍扁，然后就可以取那个衣出来了。你示范一下。我们来示范一下如何用菜刀拍扁蒜头。OK， 你看这样子就可以把那个拆出来咯，这是最快的方法。通常外面的那些专业的大厨都是这样子的。我这里都是蒜。姜其实就跟蒜一样的，我们要把它切片也可以，把它切丝也可以。那么现在我决定把它切成丝。为什么你临时改变主意？因为我觉得它很大片啊，就把它切小来用。其实我妈妈之前的客家妈妈呢，她曾经跟我讲过说，那个姜要爆香到什么程度，还可以加其他的配料下去呢？然后我妈就说，姜你爆到它有香味出来就好了，不要在油里面爆到它焦。当你把它爆到焦的时候呢，那个姜就会很热气，吃下去就会很热气。好了，我们的姜跟蒜好了。我们稍微放一点油来爆香我们的蒜。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进厨房了。对呀，最近都一直在做气炸锅料理。好，我们现在爆香我们的那个姜。稍微让它爆香一下。油可以不用放那么多因为等下我们的那个罐头那边里面会有很多的那个猪油。小火慢慢爆香就好了。其实我们加那个姜下去跟蒜，也可以把那个白菜那个青色的那个菜味去掉。有时候白菜也会有一个涩味的，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油没有很多，所以要注意很容易焦我们的那个蒜头。大概先成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下我们的白菜咯。好。我们可以加一点水因为我们的油下的很少所以我现在就加一点水。水记得不要加太多，因为白菜它本身会很会出水所以水加一点点，让炒的时候比较方便不会炒焦就可以了。所以只是加一点水，让它不会焦吧？对，让它不要那么快烧焦，然后让它比较快熟。水的那个热气可以很快的把菜煮熟了。如果你盖上锅盖的话，就会更快就是说加了水之后，你盖上锅盖的话，去焖那个菜，一下子那个菜就会熟了。我们现在可以加一点我们的酱油。因为菜很多，我加一点香油让它提一下味道。加多少？大概加个2汤匙吧。转2圈这样。
我们会越煮哦，它的那个汁就会越来越多，然后再加上罐头的汁哦，就会更多汁。然后它的汁呢，煮完之后呢，那个汁就是非常好下饭的哦。其实煮到这个时候呢，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加我们的那个罐头咯。现在就可以加了。对啊，就是它有点叶子部分有点软了，就可以加。其实现在它已经差不多7分熟了，我们整罐加下去。我们让那个菜和这个扣肉一起焖。一直以来我煮呢，我都是喜欢把这个扣肉给它弄碎。弄碎还是弄小片一点？弄碎弄小片都可以啊。这道菜是谁教你的？我不知道哎，应该是从哪里学来的？应该是我的妈妈煮的吧？哦，对，是我妈妈煮的。然后她每次煮道菜，我中学的时候，她每次煮道菜，我就很开心，因为可以吃很多的饭。因为那个扣肉很香，我觉得白菜也很好吃。白菜很甜啊，那个甜味跟那个扣肉加在一起哦，就非常好吃了。我们一边煮就一边可以把那个肉弄碎。好了，看一下我们的肉和菜哦。对，我们现在可以关火，然后上碟。虽然手干那个水，都你的头啊！不是让它更稠一点。你搞错，就是要它的汁很多来配饭吃。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省一点哦，用汁来配饭吃就好了。很省的，今天我每次一道菜罢了，就非常的省哦。其实加了那个姜下去哦，它多了一个姜的香气，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啊。然后这个味道哦，是永恒不变的，就算是一些新手白痴哦，也是可以煮得非常好吃。回到从前在读那个 college 的时候的那个味道。有时候放工回来呀，没有时间煮什么大菜，又想要吃菜又想要吃肉的时候啊，开一个罐头，就是全家人都可以喂饱了。